我刚成为了大学历史老师，1分钟蒙圈的我只能在课堂上给学生瞎讲前世看过的那些盗墓小说。由于这世界历史缺失，大家都把我讲的信以为真，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糊弄就过去了，可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亚麻呆住了。还在上课的我，这时手机却嘟嘟嘟一直响。当我疑惑的拿起手机接听后，就听到了那头疯狂呐喊：“林老师，救命啊！救救我们！我不想这么年轻就死在这里！”电话里传来高岩的声音，充满恐惧、绝望和颤抖的哭腔。高岩是我最骄傲的学生之一，考研第1年就获得国家考古队实习机会，还上过官方考古直播节目。他怎么会遇到危险？教室里学生小声议论，这声音好像高岩学长。他前几天不是跟国家考古队去西北沙漠了吗？考古队遇到危险了，竟然给林老师打电话。手机里高岩带着哭腔说：“林老师，您打开考古队官方直播就知道了，这次一定要救我。”我没有犹豫，立刻在多媒体上操作。直播画面出现的那一刻，我和学生们都忍不住瞳孔一缩。密密麻麻的漆黑蛇形生物正吐着猩红蛇信朝人类席卷，画面混乱，镜头摇晃，仿佛摄影师也在逃跑。而考古直播间弹幕也如洪水般涌出。我看的是考古直播还是灾难片？这些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今晚不敢睡觉了。镜头里，考古队在一个昏暗墓室中，所有人都在后退逃窜，全副武装的保镖队员拼命射击，子弹如暴雨喷射，但很快2名队员惨叫一声，捂住脖子倒下，再无声息。老陈、安子，其他队员来不及悲伤，又有人陆续倒下。教室里一片惊呼：“高岩学长，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些蛇怎么长这样？”有队员牺牲了，那些蛇外形骇人，全身覆盖细密柔软的黑色蛇鳞，鳞片上分布大量红斑，头顶还长着红色肉瘤。在昏暗环境中，红斑和肉瘤仿佛自行发光，它们摆动速度极快，即使被子弹打成3段，蛇头也会跃起发动攻击。在我打开直播的短短时间里，已有5名成员死在毒牙之下。画面中大部分是常上电视的专家和学生，此刻已不顾形象，慌乱逃跑。我一眼看到了高岩，同时高岩绝望的尖叫声从直播和手机中先后传来。西域古墓、石头墓、毒蛇首墓，我们遇到的危机跟您以前讲过的西域古墓故事一模一样。现在请求您救救我们整个考古团队。历史大教室的100来双眼睛齐刷刷看向我，每双眼睛里都是期待和震撼。看完直播，我完全明白了，他们竟在我前世读过的盗墓小说里的古墓中。这是古墓王子墓，我心头1万头羊驼奔腾。我一直以为那些只是杜撰，现在竟告诉我他们是真实的。就在我认出这是古墓王子墓的瞬间，脑海响起系统提示：叮，宿主识别古墓成功，恭喜宿主触发重要支线任务，指点古墓王子墓。指点成功后可获得系统积分，积分可兑换系统奖励。宿主是否接受？我毫不犹豫选择接受，不光为了奖励，更因为我知道，如果是古墓王子墓，留给考古队的时间不多了。我定了定神，立刻道：“小严用闪光弹，这些毒蛇怕强光，子弹打不死他们。”高岩马上朝保镖队长喊：“陈队长、邢队长用闪光弹，这些蛇怕光。”墓室瞬间安静。张队长快用闪光弹！高岩继续大喊。陈队长和邢队长对视一眼，眼中茫然。但危机时刻，时间就是生命。陈队长毫不犹豫大喊：“上闪光弹！”队员们拿出闪光弹，考古队其他成员全看向高岩，不明白这个建议的意义，听起来太离谱了。他们一路上都用火光和灯光，那些蛇感应到光反而更兴奋，哪里像怕光的样子？直播间弹幕沸腾，高岩是不是吓傻了？探照灯照过也没用啊！这时候停火不是给毒蛇机会？高岩糊涂啊！邢队长反应过来，大声制止：“不行，闪光弹对我们影响也大，如果毒蛇趁机进攻，后果不堪设想。射击一旦停止，可能让我们全死在这里，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密集的射击声再次响起，陈队长犹豫地看了高岩一眼，最终选择继续射击。高岩焦急大喊：“这不是无稽之谈，这是我历史老师告诉我的，他对墓穴的研究超过所有人，你们要相信我。这个墓我老师可能也来过，这里的一切我在他课堂上都听过。用闪光弹我们绝对能活。”墓室里所有人震撼地看向高岩，现在用闪光弹已是其次，他们震惊的是，一个历史老师竟给高岩上盗墓课，还可能亲自来过这里。直播间，历史老师什么鬼？这老师能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吗？这可是对国家很重要的人啊，他就是教历史的，懂什么古墓？但画风很快变了，一个带逼的考古系博士生发弹幕：“兄弟们，高岩说的对，闪光弹真可能解决蛇群。林奇老师对墓穴的理解超过我认知的所有人，他上课说过，闪光弹的强光能让蛇群100%致盲，而且是永久性的。”又一个大 V 出现，京北大学考古专家张大山，请相信高岩老师，我有幸听过林奇老师的课，正好是西域古国墓穴这堂。如果一开始我不信，但考古队遭遇和老师说的一模一样时，我们必须相信真理。哇，直播间炸锅了！如果说1、2个大 V 可能是炒热度，但这些可都是林奇的学生，且都是考古界佼佼者。高岩的身份也被扒出，年轻一代最有希望拿到教授席位的大佬之一。他在最关键时想的竟不是逃跑，而是找历史老师救援。闪光弹炸蛇群可能是真的，这历史老师下过墓，考古队领队教授被弄懵了。旁人提醒他看直播间，学员递上手机，看到张大山的话，教授立刻拨通电话：“小山，你说的都是真的，千真万确。”原本我也以为林奇老师讲的是盗墓野史，但看到直播才意识到，林老师讲的就是历史事实。按林老师讲的内容，再用子弹耗下去，全军覆没只是时间问题。张大山声音急切道：“别犹豫了，教授，请一定要相信林老师。”张大山向来高傲，曾扬言5年内赶超所有60岁以上老教授，现在竟对一个小小历史老师毕恭毕敬，可见这老师在古墓方面有多惊人的修为。古墓现场，秦强看到教授们的犹豫和高岩的急切，将心一横大喊：“上闪光弹！”他一边说，一边拿出闪光弹拉开拉环丢向蛇群，几枚闪光弹同时被丢出，2秒后，刺眼白光从蛇群中爆发，众人闭眼，白光只持续几秒，消失后，墓室安静了，连毒蛇前进的声音都消失了。等闪光弹效果结束，全部人都被眼前一幕震惊了。只见刚才逼得他们走投无路的毒蛇蛇潮静止不动了，蛇身上红色发光肉瘤消失，只剩一条条纯黑色，仿佛被烤焦的毒蛇尸体，密密麻麻堆在地上。闪光弹不止让毒蛇致盲，简直让他们致死。所有人都看傻了，连高岩和张大山这种听过课的人都傻了。我班上的学生全部目瞪口呆地看向我，他真的只是一个历史老师。直播间沸腾了，得救了，1枚闪光弹就解决了。历史老师说对了，可他怎么知道这些的？高岩和张博士都说这老师早知道这个古墓，该不会真来过吧？震惊，历史老师是盗墓贼！小严，你老师讲的哪里是盗墓野史，是自传啊！教室里充满欢呼。林老师，您救了考古队，您太牛了！您怎么知道毒蛇怕闪光弹？老师，我想学这个。劫后余生的考古队员后知后觉，这个历史老师只用1通电话几句话就解决了考古队的灭顶之灾，他们被这个历史老师救了。小严，领队陈教授激动看向高岩，把手机给我，我要亲自感谢老师。高岩递过手机。
机，陈教授接过激动说：“您好，我是国家考古队西域古墓分支领队陈德海，请允许我代表考古队向您表示由衷感谢。是您的建议救了我们整个考古队。”我在电话中平静道：“为历史发掘做贡献是我应该做的。作为历史老师，我和各位教授还原历史的决心是一样的。”表面平静，内心却有一群羊驼奔腾。前世盗墓小说里的姑诺王子墓怎么真实存在？我课堂上只是为增添趣味随口说的，千万别有人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陈德海声音仍激动道：“林老师，除了道谢，我还要道歉，请允许我代表全体队员对刚才对您不礼貌的质疑表示由衷歉意。”他边说边对镜头深深鞠躬。陈德海鞠躬后，墓室里其他成员齐刷刷跟随，对正在看画面的我鞠躬。这对考古直播史无前例。然而下一刻，陈德海抬起头，真诚发问道：“林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我有股不祥预感，为防万一，已开始在心里编瞎话。”果然，陈德海问：“林老师，您为什么这么了解这些事？为什么这么了解这个古墓？您真的来过这里吗？”这几个问题提醒了其他队员细思极恐。林奇怎么这么了解这古墓？弹幕沸腾。对啊，林老师怎么这么了解？难道考古队不是第一个发现这古墓的人？第一个是林老师。大山和小严说了，林老师讲的是盗墓野史。盗墓啊！震惊！林老师背后身份是盗墓贼，那不是盗墓野史，是林老师的个人经历。我是林老师亲学生，他确实常讲盗墓野史故事，非常栩栩如生。教室里学生用震撼目光看我，听着学生议论和弹幕，我觉得脑中羊驼跑得更快了。垂死病中惊坐起，盗墓贼竟是我林奇。我表示以凭本事吃上国家饭，没必要再吃另一碗了。我赶紧平复心态，在电话中解释，因为我是教历史的，这些都是我从很多历史相关书上看来的。直播间朋友们别误会我的身份，我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职老师，本分分教历史的。考古队员和观众不约而同觉得可信性极低。教室一个学生大声说：“可是林老师，我们大夏现在本来就没有很多历史相关的书啊。”我嘴角抽动两下，没错，这平行世界根本没有很多历史书。我微笑道：“这就需要同学们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了。”这时下课音乐适时响起，陈德海在电话中听得真切，知道课堂已下课，没再多想，最后抓紧时间问：“那林老师，您对这古墓还有别的了解吗？”“这古墓对我们非常重要，但这是我们第一次遇见这么危险的情况。您能告诉我们这古墓接下来还有什么吗？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虽认出这是姑诺王子墓，但并非和我记忆中盗墓小说描述完全一致。若贸然按小说内容提前指点，可能酿成原本不会发生的危机。我也没来过这里，不知道这古墓还有什么。但根据我读的这么多书看，这些毒蛇出现已是危险信号，所以接下来不要贸然乱碰东西。陈德海赶紧应声：“好，还是很谢谢你，林老师。如果遇见困境，我们在电话向您请教。”客套几句后，挂断电话。我看了一眼直播间屏幕，考古队员刚受太大惊吓，牺牲了好几人，打击相当大，现在正原地休息和善后。我不由心酸，没想到这世界真有这么危险的古墓。比起这危险古墓，这世界的考古队稚嫩的像刚孵化的小鸡崽子。好在我还掌握一些盗墓小说知识。见考古队暂不前进，我关上直播。此时个人账号已从几十粉丝涨到几十万。我让学生下课，但他们没离开教室，争先恐后汇报：“林老师，您上热搜了，新闻上到处都是您。”我看了眼手机，顿时感觉脑袋大了2圈，心中羊驼不打算停下来。前几条热搜都是我的名字，震惊！国家考古队陷入生死存亡时刻，历史老师轻松化解。大夏一流高校历史老师前身竟是盗墓贼。你以为历史老师在讲盗墓野史，其实在讲自传。我嘴角抽了抽，就算在这世界，造谣也犯法。我给学生们解释：“同学们，这些知识全是从书中得来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希望同学们也能养成多看书的好习惯。赶紧准备下节课需要的东西吧，为大夏之崛起而读书。”说完，迅速回到办公室，刚坐稳，脑海传来熟悉的机械女声：“叮，恭喜宿主成功指点考古队躲过古墓重大危机，获得2000积分奖励。宿主积分积累已过1000分，解锁系统奖励功能。叮，恭喜宿主获得新手抽大礼包，1000积分可获得10连抽机会，请问宿主是否选择使用？”我毫不犹豫使用。很快系统回复：“叮，10连抽已进行完毕，恭喜宿主获得系统奖励。恭喜宿主获得洛阳神铲1把，获得野外行动装备1套，获得乾坤袋容量为300斤，获得摸金符1枚，获得黑金古刀1把，获得麒麟宝血，获得初级符箓术，获得力抗千钧。”我欣然接受所有奖励。系统奖励的道具出现在办公桌上，看着眼花缭乱的东西，我感觉浑身血液被点燃，不是麒麟血正在体内作用的结果。同时我意识到拥有这些奖励，只有亲自下墓才能让他们有用武之地，但我不能主动提出，否则盗墓贼的帽子就扣死了。剩余时间，我给另外学生上了一节历史课，手机没再响起，看来考古队没再遇见无法解决的麻烦。但我决定一定要想办法跟着考古队下墓。当我带着这样的心思回到家时，却被眼前一幕震撼了。单元门口停着好几辆官方红牌车，还有好几辆电台的车。那些红牌的官方车都是国家级别才会动用的，没有大事绝对不会开到这样的居民区。电台的车辆也都是官方央视，平时只报道新闻联播上的国家大事。车辆外围站着一圈全副武装的保镖队员，每个人都包裹严密荷枪实弹，头盔下只露出一双鹰隼式的眼睛。记者和官方人员正在询问路过的居民：“请问大夏历史考古大学的林奇老师是住在这里吗？”我的头皮发麻，不是吧？难道这么快就有人来抓我了？我本来是清白的，但现在我的初级乾坤袋里还装着明晃晃的洛阳铲和摸金符啊！虽然这个世界的人不一定认识这2样东西，但只要有一个懂行的，我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正在思考要不要拔腿就跑时，一个眼尖的邻居发现了我。啊，那不是林奇老师吗？带着方言口音的大妈喊了一声，其他看热闹的邻居也纷纷注意到我。对，那就是林老师，这就是你们要找的林奇老师。一时间，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我身上，这下我是真想跑也跑不了了。几个穿着光鲜的邻居用看热闹的眼神打量我，刻意说道：“林老师，您是不是犯什么事了？怎么让官方闹这么大阵仗来抓你？”这时官方人员已朝我走来，打头的那个老头很眼熟，等他走到跟前，我才认出这不是今天在直播间里见过的陈教授吗？但我能看出来，陈德海状态极差，脸色苍白。他面对着我，先是深深鞠了一躬后，声泪俱下的说道：“林老师，请您救救考古队。”随着这一声请求，我将深深鞠躬的陈德海扶起，冷静问道：“陈教授，后面发生什么事了吗？”陈德海抬头，老泪纵横：“林老师，是我们辜负了您的嘱托啊！我大概猜到了些。林老师，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可以随我上车吗？”我跟着陈教授上了一辆电视台的车。上车后，一个楚楚大方的记者自觉地将一个平板电脑递给我，屏幕上是一段暂停的录像。我打开画面，考古队已经离开刚才的墓室，来到一个遍地沙子的耳室，很多东西埋在沙子下面。镜头照到一个带有浓厚西域风格的石头雕像，一张巨大的人脸，眼睛格外醒目，石像上绘着花纹。考古队员们惊喜地尖叫起来，一个老教授兴奋地想
要一探究竟。高岩提醒他道：“孙教授，林老师说这里的东西我们还是不要乱动好。”那个老教授严肃道：“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考古精神吗？如果什么都不研究，我们为什么还要叫考古研究？”他说着兴奋地摸了摸石像，下一刻他面前突然爆开一片血红色的沙子，那些血红色沙子像流动的鲜血，流动速度极快，还带着稀稀疏疏的硬甲壳碰撞声。所有人还没来得及反应，离雕像最近的孙教授瞬间被这红色沙子覆盖。一个保镖队员想要上前救他，刚往前迈了一步，也被卷进红色，然后沙子从第一个猎物孙教授身上退下，孙教授应声倒地，但哪里还能看出他是孙教授？这些红色沙子从他身上退下后，留在原地的只剩衣服下的一副骨头架子。红色沙子将孙教授连皮带肉全部吃干抹净。孙教授倒下后不到1分钟，刚才为救孙教授而被红色沙子吞没的保镖队员也倒下，红色沙子从他身上退下，同样只剩战衣下的一副白骨。两个活生生的成年男人，短短不到3分钟只剩白骨，多么残忍的杀人手段，多么迅速的杀人速度！此时他们才意识到，这些红色沙子根本不是沙子，那是浑身血红的蚂蚁。陈德海给我看的是直播录播，屏幕上还有当时密密麻麻的实时弹幕。这是啥东西？密集恐惧症犯了，太可怕了！这东西会吃人，这到底是什么？陈教授他们只剩骨头，这些是虫子吗？虫子能把人都吃干净？看起来好像是蚂蚁，我们身边不会也有这种蚂蚁吧？考古队员们这才反应过来，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保镖队长迅速指挥队员们放火烧蚂蚁，掩护考古队员们撤退。但考古工作向来是保护性挖掘和发现，根本没有方便的点火工具。保镖队员们的点火速度根本比不上血红色蚂蚁的进攻速度。接下来的画面更加混乱，血红色蚂蚁像流水般铺天盖地压向考古队，前面保镖队员手中的火焰只能予以朝僵持几分钟。很快，蚂蚁就把保镖队员连同他们手里的火焰一起吞没。短短几分钟，人高马大的保镖队员就像孙教授一样，只剩白骨。后面的考古队员惨叫着迅速撤退，但他们的速度完全比不上血红蚁巢的推进速度。好几个腿脚不利索的老教授因拥挤摔倒后，再也没站起来，最后变成累累白骨。队员的惨叫声中，高岩喊破嗓子：“林老师讲到过，这些蚂蚁林老师也跟我们提起过。”但奔逃过程中，没人敢停下来问高岩我具体是怎么讲的，因为在这种灾难下，稍慢一步就只有死路一条。直播间弹幕已经沸腾，林老师连这个都知道，如果连这个都知道，林老师肯定来过这里吧？这就过分了，连这些蚂蚁都知道，没时间了，还是先逃出这里吧。整个视频充斥着考古队员的惨叫声和毛骨悚然的弹幕，这样的画面一直持续到视频结束。整个视频只有短短不到10分钟，10分钟里，考古队不知牺牲了多少人。视频时间虽短，但我已经认出这些蚂蚁的真面目。沙漠行军蚁，这玩意儿竟然真实存在。遇见这种东西，慢一步就是个死。难道考古队遇见的真是姑诺王子墓的复刻版本？陈德海极为悲痛地关上平板，再次看完这段视频，他已泣不成声。在这里，我们牺牲了20多个同志，其中有我们大夏最精英的考古学教授，有在实战战场上千锤百炼的保镖队员，还有这一代未来可期的年轻学生，还有摄影工作人员。我叹了口气，考古队遇见沙漠行军蚁，真是倒了大霉。在这个考古和盗墓知识都匮乏的世界，竟然遇见这么危险的姑诺王子墓。节哀。陈德海用纸巾擦了擦满眼泪水。其实，林老师，我们这次来是对您有事相求。他说完，一个摄像机对准了我的心脏开始加速跳动。陈德海解释道：“林老师，我们现在刚刚打开直播，因为这次行动依然危险，所以我们必须保证在公正公开的情况下向您发出邀请。整个大夏，或许您就是对这个古墓最了解的人了，所以我代表国家诚挚地向您发出请求，请指点，带领我们一起探索这个西域古墓。”陈德海说得非常激动，几乎破音，可以看出他请我一起下墓的期望非常迫切。与此同时，整个直播间的弹幕已经沸腾，陈教授亲自来请求，这是什么名场面？陈教授这么真诚地求过谁啊？我的天，林老师是第一个吧？面对陈德海的邀请，我心里迅速做好了决定。我本来就需要一个亲自下墓的合理理由，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机会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我当然要抓住。虽然内心迫切，但我答应得很精致，弥补历史文化，让大夏子孙后代能有故乡的归属感和骄傲感，这是我们每个大夏人义不容辞的使命。我愿意接受考古队的邀请。听到这个回答，陈德海的双眼立刻亮起来，苍老的眼中充满对未来的希望。林老师，我在您身上看见了我们大夏这一代年轻人的希望，您能有这个觉悟，是我们大夏历史教育的福气。直播间观众们沸腾了，这就是格局啊！林老师真是好胸怀，我是林老师的学生，林老师就经常跟我们讲，为大夏之崛起而读书，只有这样心怀国家的老师，才能培育出优秀的下一代。但也有不少人格外震惊愤怒，尤其是 ID 显示为某某专家的账号，一个普通历史老师怎么能参与这么重要的活动？陈教授糊涂，普通人要经过多少年专业学习和考试，才能参加这么重要的考古活动？关键问题是，这个历史老师太年轻了，一个白面书生参与这么危险且重要的考古工作，会拖后腿的。正在关注直播的女记者微微蹙眉，轻声叫了句：“陈教授，这些弹幕您需要看一看。”陈德海一眼看见那些负面弹幕，刚才看我的期待眼神瞬间消失，他抬头看向镜头时，表情变得格外冷漠。邀请林老师指点我们一起下墓，这是我们官方内部一致认同的决定。这次直播只是给各位观众朋友的一次通知，不是在征询各位观众朋友的意见。陈德海这么一发作，屏幕上刚才的负面弹幕瞬间安静下去，那些发表意见的专家们脸上火辣辣的烫。没想到陈教授真的这么重视一个小小的历史老师，他们这些专业中的专家，比起这个历史老师，在陈教授眼里竟然一点面子都没有。陈德海在看向我时，又恢复了和蔼态度。林老师，那我们3天之后再派人来接您。在这之前，您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准备的吗？我还真有需要官方准备的东西。根据前世对这个古墓的了解，我说道，还真有。陈教授赶紧对女记者说：“冰冰，听听林老师说什么，全部记下来。”冰冰利索地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我看他准备好了，说道：“闪光弹、催泪瓦斯、质量非常好的蜡烛、黑驴蹄子、糯米、黄纸、鸡血和墨，后面几样都是根据系统奖励推断出来可能会用得上的东西。我的初级符箓术需要黄符以及鸡血和墨作为载体，准备黑驴蹄子和糯米，也是让考古队员们能够及时防身。”冰冰的笔在听见黑驴蹄子时停了下来，他实在联想不到这究竟是哪4个字？难道是字面意思上的黑毛驴蹄子？不，绝对不可能这么简单。考古工作怎么可能用到黑毛驴蹄子？这一定是专业术语。林老师说的是考古用的专业术语，而他孤陋寡闻，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听到后面的糯米、鸡血什么，冰冰就更迷惑了。这些不都是吃的东西吗？难道这是林老师的口味爱好？纠结半天，冰冰终于抬起头，用求助的眼神看向陈德海。不好意思，陈教授，我有点不太理解这个黑驴蹄子是什么专业的东西。陈德海此时更是
是一脸迷惑。别说冰冰，就算他这样有几10年考古工作经历的老教授，也不知道黑驴蹄子是什么意思。难道黑驴蹄子跟糯米鸡血一样，都是林奇喜欢吃的东西？陈德海犹豫了一下，对我说：“林老师，我们考古工作一般统一伙食，一方面是方便携带，一方面也因为古墓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我们都会准备方便操作的素食。但这些素食都是下科院研究出来的，味道不差。您说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在出发前或回来后给您准备。”弹幕重新疯狂炸开锅，什么东西？这个历史老师不是在开玩笑吧？林老师，您说的这些直接给我说饿，没见过在吃上还要以公谋私的。陈教授，您现在收回邀请吧，这老师也不是正经想跟你们合作，你下墓是去工作的，不是去享受生活的。刚刚被陈德海一句话压制下去的专家们，这下又卷土重来，还是年轻，不知道这对我们大夏来说是多么重要的考古工作。这样的人怎么能参与对我们大夏这么重要的考古工作？这个年轻人需要的都是什么东西？你不为别人的生命负责，还不为你自己的生命负责吗？离谱，太离谱了！听见这几样东西，连一开始很高兴我能加入这次考古工作的观众们都有些迟疑起来。毕竟这几样东西怎么听都不应该出现在考古工作中，这些东西都应该出现在舌尖上的大夏节目中。我并不知道此时弹幕已经乱成什么样子，只是回答陈德海刚才的问题。陈教授，这不是我要吃的东西，这些都是这个古墓需要用得上的东西，和用来对付黑毒蛇的闪光弹一样重要。闻言，弹幕上又划过一连串离谱但熟悉的 ID 再次出现。张大山的弹幕姗姗来迟，没想到竟然在直播上看见了林老师，差点就错过了这么精彩的直播。陈教授，你们一定要相信林老师的话，我蹭过很多节林老师的课，目前为止，你们在古墓里遇见的毒蛇和蚁巢，林老师全都讲到过，只是因为当时林老师都拿这些当爷视角，想得不够深刻，但他绝对知道这些危机是怎么解决的。上面的这些倚老卖老的专家们，我的建议是你们就不要再建议了，你们所有人的资历加起来都不够林老师一个人对这个古墓的了解。林老师以前也讲过一些用奇怪的方式解决危机的例子，比如盗墓贼用摸金符辟邪，我想这就是林老师带这些东西的原因。张大山的弹幕一出现，就引起直播间一阵新的沸腾。如果大山这么说，我觉得林老师要这些东西可能真的有道理。张大山亲自下场，原来你也有这么敬佩的人啊！张大山，张大山作为考古界最牛的新秀，可是连很多专家都不放在眼里。但张大山说林老师是最了解这个古墓的人，林老师该不会真的早就去过这个古墓了吧？不像假的，建议有关部门好好查查林老师，狗头保命。我听说有些盗墓贼确实会用看起来离谱的方式进行盗墓。与此同时，冰冰看见张大山的弹幕，立刻又把平板拿给陈德海。陈教授，您看看这些。陈德海一听这些离谱的东西竟跟闪光弹一样重，立刻紧张起来。现在看见张大山的弹幕，更是比刚才还要激动。他立刻点头，好。冰冰赶紧把林老师说的这些东西全部准备好，又对我说，您放心，林老师，只要是您说的对这次考古活动有帮助的东西，我们官方一定给您准备最好的。听到陈德海这么说，直播间的那些专家们只感觉又一个响亮的耳光从脸上落下。越是自信的老专家，越是对我讽刺的专家，脸上的耳光就越响亮。我说完这些，陈德海又问道，林老师，我有个问题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我脸上带着谈笑风生的轻松，心里却在让草泥马疯狂叫嚣。千万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古墓，也不要问我是不是盗墓贼。陈德海听不见我的心声，非常精准的踩到雷区。林老师，您怎么会对这个古墓了解的这么深刻？您之前是已经去过这个古墓了吗？这明明应该是质问盗墓贼的台词，但陈德海问这些问题时，眼神里却全是亮晶晶的期待，甚至是敬佩。在他身边的冰冰同样用一种小女子看着江湖游侠的眼神看着我。如果是别的盗墓贼，他们绝对不会用这样的眼神去看，但我实在长得不像做坏事的人啊，就像弹幕里说的那样。林老师言之有理，直播间观众也看起热闹。问出来了，陈教授终于问出来了。林老师不要害怕，你这是戴罪立功。陈教授这个问题问的还是很高情商，哈哈哈。我给大家翻译一下，陈教授问的是，林老师您之前盗过墓吗？出大问题，我怎么还对林老师这个盗墓贼的身份开始期待起来？但我坚定的摇摇头，我也只是从很多书上知道这些东西的。说着，我张开手展示自己。陈教授，您看我这个体格，哪里像是干盗墓这种粗活的人？而且我已经用爱国主义武装过思想了，绝对不会做盗墓这样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陈教授又点头，好，林老师，我相信您。两人又在车里寒暄几句，我就下车了。陈德海下车，亲自目送我往单元门走去。刚才还想看我笑话的邻居们，现在态度全都发生180度变化，他们簇拥过来。林老师，您真是咱们小区的骄傲，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林启啊，您还会在我们这里租房子的吧？林老师，您住的地方方便吗？要不住我在这边的空房子吧，给您免房租和物业。我婉拒了这些趋炎附势邻居的盛情邀请，径直回到家中。我从初级乾坤袋里拿出所有系统奖励的道具，信心满满。姑墨王子墓不，惊厥女王墓，我来了！我提前在学校请了假。院长看着我的带薪请假条，眼里全是欣喜，比看到有老师自愿免费加班的请愿书还要高兴。他不住的夸奖，小林啊，我听过您讲的课，说句夸张点的形容，那可真是天籁啊！先是作为默默无闻的老师，教出高研这么优秀的学生，现在又作为亲自披甲上阵的军师，加入国家考古队，参与这么光荣的工作。小林老师，您真是我们全院的骄傲。我第一次见到请假还能受到表扬和奖励的情况。院长不光准了带薪请假，还把这次请假算成校外实践课考察。在校外实践课考察期间，我可以拿到比平时高3倍的工资，还加上了很多路费补贴、餐饮补贴、住宿补贴等，这一整条计算下来，竟有小4个月的工资了。我心里自然美滋滋的。3天时间转瞬即逝。早晨，我听到敲门声，打开门，门口站着2个全副武装的保镖队员，其中一个递给我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裹。林老师，这是您之前让我们准备的东西，全部都是最好的。我也早就准备好了自己要用的东西。为了节省空间，我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初级乾坤袋中。这个初级版乾坤袋被我堂而皇之的挂在腰上。我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直播现场时，迅速引起一片轰动，因为从来没人在进行考古工作时还带一个绿色环保购物袋。大厅里，众人稀稀疏疏小声讨论，这就是跟我们一起行动的林老师吧？高岩和大山不都说这个林老师对古墓很了解吗？怎么他自己还带了个购物袋？这也太不专业了。直播早就打开了，直播组工作人员在我出现在大厅的第一时间把镜头给了我。直播间观众们也瞬间因为我这身打扮沸腾起来。林老师来了，恭迎林老师！一想到这几天不能上林老师的云历史课，我怎么还有点不舍呢？哈哈哈，笑发财了！林老师的腰上这是挂了个什么东西啊？购物袋！林老师该不会是从商场里被抓到这里来的吧？林老师，您该不会真的是去古墓里零元购的吧？不要太荒谬！林老师，您要不要这么嚣张？这是我见过最嚣张的盗墓贼了。朋友们，这看着是个购物袋，其实是林老师的作案工具啊，不像演的。建议出来后好好查一查林
老师，狗头保命。与此同时，我也在观察这个大厅，大厅非常大气，里面站着的几乎都是在各自领域有头有脸的人物，算上保镖队员和直播组工作人员，这支重新整合的队伍差不多有小30人。大厅里看见我走进来，陈德海亲自来接我，跟在他身边的就是高岩。陈德海伸出双手跟我相握，林老师，现在我郑重的欢迎您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高岩也激动的跟我拥抱，林老师有您在我就安心多了。众人在大厅里寒暄一会儿，陈德海就开始做出发前的动员大会。通过一个稍显冗长、有些形式主义的动员大会，我了解了队伍成员的一些基本信息。除了上一次考古队的幸存成员和必备的精锐保镖队员之外，这次队伍里还多了很多其他领域的专家，一个生物学专家，一个昆虫专家，一个响彻世界的帝国探险家，这些都是在国际领域非常著名的专家级人物。只有我一个是平平无奇的历史老师。动员演讲结束，众人踏上前去西域的旅途。当天中午，众人到达目的地，进入古墓。考古队只花了不到半小时，第一个墓室他们已经探索结束，地上还有横七竖八的黑蛇尸体。很快，他们就来到了让他们损失极为惨重的第二个墓室入口，每个人都紧张到放慢了呼吸。甬道危机，墓室入口是一个双开门的拱形洞口大小，里面没有一丝光亮。站在入口前往里看，只能看见黑压压的一片，看不见具体有什么东西。无尽的黑暗中，仿佛藏着无数能够要人命的未知危险。考古队员们永远忘不了在这个墓室里曾经发生过的惨案，所以连手电筒都不敢照进去，生怕打扰了隐藏在这片黑暗中的怪物。陈德海深呼吸一口气，这口气哆哆嗦嗦的，他开口想鼓舞士气，但浓密的心理阴影笼罩在胸口，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考古队其他幸存者对这个入口也是望而却步，队员们小声讨论：那群蚂蚁呢？还在吗？我们是不是来得太早了？万一蚂蚁还没散去怎么办？再遇见一次，我可能就真要死在这里了。我不想死在这里，要不我们先在这里等一段时间吧。那群蚂蚁我们根本战胜不了。直播间观众也格外紧张，我现在看见这个洞口都有心理阴影了。别说洞口了，我现在连路边的蚂蚁都害怕，从此不敢看蚂蚁。这个直播我真的不敢看了，比特么的恐怖片还惊悚。就在所有人对着入口产生恐惧应激反应时，一道手电筒的亮光突然从洞口照了进去。我稀疏平常的声音传出来：进去吧。考古队员们震撼地看向我，我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紧张和恐惧，好像要进去的不是一个穷凶极恶、曾差点让考古队全军覆没的墓室，而是一个普通旅游景点。所有人脸上写满惊讶，这人怎么回事？这是正常人第一次下墓该有的反应吗？他不知道里面有多恐怖吗？这语气听起来简直像前面就是某间需要他去讲课的教室。直播间观众也大为震撼，林老师一点不害怕，这也太平静了吧？这真是第一次下墓的人该有的反应，这看起来就是个把古墓当自己家的家伙。我早就说，能知道那些黑蛇怎么解决的人绝对不简单。林老师一张嘴就浑身散发出大佬气场，但弹幕中也有唱衰的人，这不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吗？我就说不能让这样的年轻老师来参与这次行动，光会耍帅有什么用？这哪里是了解古墓，分明就是完全不了解。考古现场，队员们不由自主咽了口唾沫。我这句平平淡淡的话并不能给他们带来鼓舞，该害怕还是害怕。不久前惨案还在他们脑子里挥之不去，大部分人仍在原地不敢移动脚步。我又晃了晃手电筒，看向陈德海：陈教授，我们不进去的话，要一直在门口干等着吗？陈德海几乎被一语惊醒梦中人，从恐惧中清醒过来。林老师说的对，既然我们决定要继续考察，就不能到这里退缩回去。而且这次我们请来了更多生物学专家，也请来了林老师，大家打起精神来。陈德海深呼吸2口气，先问我：林老师，按照您对这个古墓的了解，我们需要提前做好什么准备？我一惊，心说面前这是个巨大陷阱啊！要是承认自己对这古墓有了解，岂不是更被误会身份了？我干咳2声，陈教授，我对这个古墓并不是了解，只是道听途说了一些信息罢了。为避免再受蚁巢攻击，我建议大家人手都要有催泪瓦斯。听我这么说，队伍里成员们立刻发出疑惑声：催泪瓦斯能管住这些蚂蚁？开玩笑吧，这也太不靠谱了。催泪瓦斯，这对我们也有影响吧？直播间观众发出同样疑惑，没听说过。这年轻老师不要太荒谬，那是能分分钟要人命的蚂蚁，这真是道听途说吧？想用道听途说的消息害了考古队吗？与此同时，考古现场，在所有人都犹豫不决、小声讨论时，一个怒气冲冲的老者声音从后面传来，他气冲冲走上前，胡说八道，简直是胡说八道。身边跟着一个同样愤怒的年轻人，我一眼认出这2人，跟我一样后来加入考古队的人，一个是生物学老教授姓王，一个是他得意门生小袁。王教授气势汹汹走到前面，大声说道：不像话，我研究昆虫这么多年，没听说过有什么虫子会害怕催泪瓦斯。小后生，你的功课是不是没做全？这是对你、对别人、对整个国家的严重不负责任。我心中汗颜，心说就说了一句话，这教授倒给我扣了好大一口帽子。王教授教育完我，对陈德海说：陈教授，您明知道我就在队伍中，怎么先问了这个年轻人？陈德海倒没想这么多，因为首先是我最先提出深入，而且我就站在他身边，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这么平静的站在他身边，也能让他心情平静下来。王教授没等陈教授回答，自顾自道：小袁，带没带我们刚研发出来的杀虫剂？带了。小袁说的非常积极。王教授说完，他就直接拿出一个大喷壶，我看得很真切，这家伙动作相当快，根本没寻找，直接在这里等着呢。大喷壶上没有任何标签，白色瓶身上只有一串编号。小袁拿着大喷壶，十分得意，这可是我们跟生科院的吴教授一起研发的，我们综合了现在几乎基因库里所有昆虫，尤其是蚂蚁的基因，也花了一整个通宵做了100多场临床试验，可以确定这就是那些蚂蚁的克星。听小袁介绍，王教授脸上也是得意笑容，不忘教育我：小后生啊，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式，任何事情都不要空想，空想只会害了你。幸好这次有老夫我跟随，还没见到成果。王教授就以率先自夸，考古队员们闻言全都跟着松了口气，毫不吝啬地称赞这对师徒。王教授，真不愧是你，竟然在这么短时间里研制出这么厉害的东西。王教授辛苦了，幸亏有您啊，王教授。直播间观众也都跟着松口气，果然还得是专业的，这就是我们大夏速度啊，王教授，这不比催泪瓦斯靠谱得多。陈德海从小袁手里接过白色大喷壶，上下掂量一下，小袁赶紧说：您放心吧，陈教授，这些杀虫剂能够用好几次，我们知道这次行动的重要性，所以带了绝对足量的。陈德海有些担心，这里面没有会破坏文物的化学物质吧？小袁又像抢答似的积极道：这里面没有消毒水成分，不会破坏文物表面颜色，而且我们花了很大心思改善，直接从细胞基因上重击蚂蚁，腐蚀性几乎微乎其微。陈德海这才放下心来，不由得
展开笑颜。王教授、小袁，真是辛苦你们了。那我们就用这瓶杀虫剂吧。但陈德海还是下意识问了我的意见，连他自己都说不上来为什么会这么在乎我的看法，只是真的能从我身上获得神奇的平静。林老师，您怎么看？事实上，我对王教授能这么快研制出这种杀虫剂也有些震撼。如果杀虫剂真这么管用，我当然没意见。没有，陈德海点头。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这么解决。大家都打起精神来，我们出发。后面保镖队长邢强喊了一声：“老二，根子，拿上杀虫剂，你们两个在前面带路。栓子、嘎娃，关注身后情况。剩下的人注意保护队伍工作人员。”保镖队员迅速按照邢强指挥到位，除了开路和殿后几个队员，剩下大多走在队伍中间。高岩跟我走在一起，进入墓室入口时，小声对我说：“其实林老师，我是100%相信您的，我相信您一定是最了解这古墓的人，您能来真的太好了。您别听刚才王教授他们瞎胡说，他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看到学生这么为我打抱不平，我露出欣慰笑容。只是考古队没采纳我的建议，我不能获得系统奖励，这让我稍头疼。不过我知道危机肯定不止于此，所以不担心自己无用武之处。队伍继续往前，慢慢通过入口进入墓室。众人紧张用手电筒往周围照着，我也终于能亲眼看到这个古墓王子墓室真面目。虽然之前在陈德海给我看的录播里看到小一部分，但当时所有人都在逃窜，包括摄影师，画面根本看不清晰。现在我终于能亲眼看清了。只见这间墓室很长，宽度却窄，看起来不像正经墓室，倒像不长的甬道。因在较靠近地面位置，现在已被黄沙侵蚀得相当严重。靠近墙壁位置摆着几个巨型人头石雕，每个都有1人多高。和我了解的一样，这些人头石雕脸很长，中庭格外长，眼睛横向很大，几乎延伸到太阳穴位置，会让人忍不住想跟这双眼睛对视。单从视觉效果上，就能给人诡异视觉冲击。地面上还能隐隐约约在沙子下看见露出来的新鲜白骨。我忍不住皱眉，很明显，这就是上一批死在这里的队员们的尸骨。陈德海也下意识错开视线，我们走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同志们的尸骨离开，让他们回家。考古队员们也倍感伤感，用力点头。队伍慢慢朝人头雕像靠近，走在前面的根子刚碰到雕像头顶准备检查，密密麻麻的蚂蚁就从雕像眼睛缝隙里爬出来。蚂蚁还在，后退！根子大喊一声，考古队员们随即迅速后退，同时根子和老二迅速用手里喷壶朝面前蚂蚁喷射。王教授和小袁后退的不紧不慢。小袁说：“都说了不用害怕，我们这个杀虫剂绝对靠谱。”听见这句话，队伍下意识放慢后退脚步，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处境已安全了。然而最前面的老二突然发出一声惨叫：“队长，没用！”话音刚落，所有人心脏顿时揪紧。与此同时，刚刚因安全感安静下来的成员们也瞬间失声尖叫：“没用！没用是什么意思？王教授的特效药对这些蚂蚁没用吗？那我们还在这里干什么？赶紧跑，快跑！这些蚂蚁很快就会把我们全部吃掉。”陈教授，我们快走吧，我们根本战胜不了这古墓。整个墓室瞬间嘈杂，一群在行业中堪称佼佼者的人们，此时全不顾形象尖叫着。直播间观众们一边傻眼一边惊恐，连王教授研究的特效药都没用，是不是剂量不够啊？那这些蚂蚁岂不是无敌了？一时之间，考古现场和直播间中，众人除了害怕就剩害怕，谁也拿不出章程。陈教授一边跟着队伍紧张后退，一边绝望看着眼前画面。刚才那2个被邢强叫去前面的保镖队员，现在一边惨叫一边拍打正蚕食他们血肉的蚂蚁，场面完全陷入绝望。用催泪瓦斯，混乱中，我的声音突然非常坚定地传出，就算不知我这么说的原理，但我现在坚定的态度本身就能给人一种力量。邢强双眼一红，咬牙切齿，特么的，死就死吧，戴好防毒面具。他一边说，一边拽出一个催泪瓦斯，拉开拉环，几乎用全身力气把催泪瓦斯扔了出去。考古队员们还没反应过来，对这方法抱着反对态度的几个老教授也已来不及阻止，都赶紧自顾不暇戴上防毒面具。滋啦一声，一阵白烟骤然从前方冒出，同时正朝他们疯狂进攻的窸窸窣窣声静慢下来。紧接着，这群蚂蚁行动速度越来越缓慢，最后直接停下。戴防毒面具的考古队员们无不惊诧，睁圆眼睛，张大嘴巴。什么情况？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看着眼前画面。尽管催泪瓦斯白烟还没散尽，但他们已能看到模模糊糊画面。那群疯狂朝前进攻的赤红蚂蚁完全停下，就像已死了一般。邢强顾不上别的，赶紧戴上防毒面具，迎着白烟跑到前面救2名队员。到2名队员身边，邢强才稍松口气。这2人虽受些皮外伤，但还活着。原本正蚕食他们身体的蚂蚁，在催泪瓦斯扔出来后，全死在他们身上。他赶紧给2名队员戴上防毒面具，激动对后面考古队员大喊：“安全了！”这些蚂蚁害怕催泪瓦斯，全都死球了。听见蚂蚁真死了，考古队员们瞬间发出劫后余生的欢呼：“蚂蚁死了吗？死了！太好了，我们不用害怕被蚂蚁吃掉。”直播间观众看见这画面，全在屏幕前露出难以置信表情。这是什么情况？蚂蚁竟这么轻而易举死了！屏幕前呆愣片刻后，键盘再次噼里啪啦响起来，屏幕上出现密密麻麻弹幕。卧槽！震撼我全家啊，兄弟们！我看见的是真实存在的吗？蚂蚁竟真害怕催泪瓦斯，这可是连国家生科院教授们研究出的杀虫剂都杀不死的蚂蚁啊！张大山醒目的弹幕也出现在屏幕上。我早说过了，林老师绝对是整个大夏乃至全世界考古界的人中最了解这个古墓的人。林老师之前就说过，在古墓里生存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生物，就不能用我们现在常识去了解。所以王教授这杀虫剂可能对古墓外能看见的所有虫子都有用，但对古墓里的虫子没用。张大山的弹幕一出，直播间观众更是沸腾，细思极恐啊，兄弟们！林老师怎么这么了解这古墓？林老师上课讲的或许根本不是盗墓野史，是自己亲身经历。说林老师第一次来这古墓，我是不信的。队员们只欢呼片刻，也被另一个事实震撼：要命的蚂蚁竟真害怕催泪瓦斯，竟跟林老师说的一模一样。催泪瓦斯真管用，林老师竟真了解这些蚂蚁。这些蚂蚁连王教授这样的生物专家都拿没办法。众人在原地七嘴八舌讨论，全惊诧看向我。此时高岩和陈德海正站在我身边，陈德海震撼看着身边的我，满腹震撼疑惑不知该从何开口。高岩则因过度兴奋口无遮拦：“林老师，我就知道您就是最了解这古墓的人啊，就连这些蚂蚁该怎么对付，您都了如指掌。”我表面平静，内心也有些意外，这些都是我前世从盗墓小说里看见的，竟真实发生了。而且小说里的蚂蚁只会因催泪瓦斯行动缓慢，而我们遇见的蚂蚁竟直接死了。看来小说写的还是太谦虚了。我这个看似普通的历史老师对这古墓目前出现的一切都这么了如指掌，也让陈德海内心充满震撼。一个巨大疑惑充斥
至他心中。林启，这个历史老师真只是个历史老师吗？犹豫片刻，陈德海决定先给我道谢。林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是您救了我们2个保镖队员，也是您救了我们这考古队啊！陈德海情深意重看向我，就算隔着防毒面具，也能让人从他声音中感受到满满感激。我代表我们整个考古队向您表达对真挚感谢。刚才还对冷言相向的考古队员们心里五味杂陈，既对我满怀感激，又觉脸上火辣辣的疼。对啊，林老师，谢谢您救了我们，多谢林老师不计前嫌，还愿对我们伸出援手。林老师气度就不是一般人啊，真不愧教育界人才。刚才折损我最积极的王教授师徒，现在不敢再找存在感了。要不是我刚才及时出手相救，他们就是考古队的千古罪人了。甚至他们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里，都是巨大难题。王教授和小袁脸上冷汗频出，完全不明白自己到底哪一步不如我。他们可是专业的，我怎么会比他们更了解这些蚂蚁？不可能啊，这绝对不可能。王教授摸脑袋，百思不得其解。在他们疑惑时，陈德海也有同样疑惑。不过，林老师，您怎么会这么了解这些蚂蚁？莫非您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些蚂蚁？小袁立即追问。对啊，我们在全国和全亚洲基因库里都没找到这些蚂蚁资料，您怎么会这么了解？除非您真提前来过这里。两人问题一出口，直播间观众也沸腾。陈教授真是我嘴替，我真的想知道为什么林老师这么了解这古墓。说林老师是盗墓贼的我不能认同，能从这种古墓全身而退，那得是盗墓祖师爷。考古现场，考古队员们全用一种求知欲极强的眼神看向我，他们十分想知道我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何方神圣。尽管我还没回答，他们心里已默认我就是盗墓贼，不，盗墓祖师爷了。而我心里，草泥马正上演狂飙。再问下去，考古队员们恐怕就要把盗墓贼3字问到我脸上了吧？这是我前世小说内容，我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让自己碰上真货啊。尽管内心草泥马先狂风巨浪，但我表面格外平静。作为历史老师，正史野史我看的很多，大胆假设，小心论证。我从一些野史里见过跟这相似的古墓，里面也有这些蚂蚁。这些蚂蚁应叫沙漠行军蚁，自身带强烈酸性毒素，能在短时间内将猎物麻痹，再吞噬殆尽只剩白骨。催泪瓦斯里刺激性物质能破坏沙漠行军蚁细胞结构，所以能克制。闻言，直播间观众已哄笑一堂。陈教授已把不幸写在脸上了。林老师，您看您说这句话我相信吗？林老师演技还有待磨练啊。我说完，陈德海等人脸上也满满写着，你看我信吗？陈德海这些考古老教授，这么多年看书不比我年轻老师多，他们看这么多书，却从没见过跟这古墓相关内容，甚至更久之前历史相关内容都少之又少。我却说自己这么了解这古墓是从野史书里看见，完全不可能。不过既然我是这么解释，陈德海也没继续追问。他相信尽管我绝不是单纯历史老师这么简单，但我这样的人也绝不是恶人。小袁也明显不相信，但陈德海已十分欣慰点头，对我说，还是林老师见多识广，大夏考古界有您这样的年轻老师，是我们考古界荣幸。我谦虚笑笑，同时脑海不出意外想起系统提示音，叮，恭喜宿主帮助考古队度过重大危机，获得1000积分，获得系统奖励古今通义，宿主能掌握大夏所有古代稀有文字听说读写。听到奖励，我露出欣慰笑容，这奖励不管在古墓里还是历史方面都相当有用，而且我前世看小说时对估摸王子墓和精绝女王墓就充满好奇，现在有了这技能，就有机会彻底弄明白这2墓秘密。与此同时，解决蚁巢危机，考古队员们已平静下来，2个受伤队员正被队医救治。陈德海环顾一圈周围，干咳2声，现在催泪弹已散差不多，我们暂时休整，继续前进，破解这古墓秘密，弥补我们大夏历史真相。考古队员也被鼓舞，打起精神回应陈德海。好，陈德海欣慰看着我，还好这次我们有经验丰富的林老师带领一起，相信这次我们一定能凯旋而归。我嘴角肌肉顿时抽动2下，垂死病中惊坐起，经验丰富竟是我自己，内心狂吼，陈教授，您才是经验丰富那个。考古队在原地休整片刻，开始继续工作。安静下来后，队员们开始认真观察四周环境。只见被黄沙侵蚀甬道面积不大，除了让他们进来的入口，甬道就是完全封闭空间。这封闭空间除了人头雕像，没别东西。高岩和陈德海跟我站在一起，高岩用手电筒照靠甬道边缘人头石雕，这里怎么只有这些石雕啊？石雕上还什么都没有，这里应不止这些石雕。陈德海闻言笑一声，这里应只是这古墓甬道，走出甬道木门机关，或许就在这些石雕上，而且这些石雕对我们来说也有很大研究价值。他说着，又转头看我，您说对不对啊，林老师？我突然有种自己成了上课被点名学生的既视感，但落在别人眼里，这就是陈教授在给年轻老师表现机会。陈教授都已把标准答案说出来，到时候我只需应和答案，就能树立10分博学形象，这对考古队其他人来说都是白捡好处。一边，一个老教授带学生走过来，老陈啊，林老师初来乍到，您问他这么深奥东西，不是难为林老师吗？赵飞，您给陈教授说说看法。一个移花接木，老教授把表现机会给了自己学生。高岩不动声色对这对师徒翻白眼，小声吐槽，还不知道谁是初来乍到。我当然看出这对师徒用意，但不在意他们抢着表现行为。一方面，我现在几乎已背上盗墓贼黑锅，自然最好不要主动表现。另一方面，走出甬道机关根本不在石雕头像上，这根本不是应和陈教授话这么简单。因为陈德海说的并非众人所想正确答案，我没及时纠正他，也因为不想表现过于了解这古墓，让自己更坐实盗墓贼身份。现在竟有人这么急于表现自己，还想从我头上踩过去，那我为什么不看这笑话？只见赵飞几乎克制不住自己想表现欲望，飞速说：“我想法跟陈教授完全一致，这些人头雕像放这里一定不是没意义。古墓里放这么多防盗墓贼怪物，也不可能只为保护这些人头雕像。那么最后结论就是，机关应藏在这些人头雕像上。”赵飞说完，看了一眼他老师，带他过来。老教授露出欣慰笑容，点头夸奖：“好小子，平时没白教您。”陈德海也笑点头，这次来同学们确实不愧优秀学生代表。高岩走到我身边，小声抱怨：“陈教授明明已把正确答案说出来，他还不是抢老师您机会，捡现成。”高岩愤愤不平，给我打抱不平，好像赵飞师徒捡走的不是我机会，而是他一样。与此同时，直播间观众也看出什么，弹幕开始争吵：“不是吧？很明显在抢表现机会。赵飞和老教授这算盘珠子打的，我在杭城都听见了。”直播间观众吵得热火朝天，考古现场几人也各怀心思，我却完全不在意这些，表现得格外平静，对赵飞师徒抢表现机会行为也一笑而过。高岩抱怨一会儿，注意到我表现，忍不住称赞：“林老师，您真是好气度，是我还真忍不了。”我笑笑惬意道：“谁会去争着在错误答案上表
表现自己。这句话把高岩说懵了，我来不及解释，陈德海已开始布置任务。大家，如果我们没猜错，甬道出口机关就在这些人头石雕上，大家仔细在这上面找找，注意不要破坏。陈德海说完，考古队员们开始各司其职，老教授们各自带学生研究人头石雕，保镖队员也兵分两路，一些人拿催泪瓦斯时刻准备对付可能从石雕头像出来行军，剩下人在黄沙里挖上次牺牲同伴白骨，只有我一人没跟任何一方行动。我低头用手电筒在地上仔细照着，慢悠悠走来走去，看起来像在寻找什么。赵飞和他导师高教授在陈德海身边，高教授看一眼我方向，别有深意道：“老陈啊，真抱歉，我刚才不该带小赵过来插嘴，是不是影响林老师表现了？但我也确实为林老师着想，他万一第一次下墓没经验，在直播中回答不出问题，那多难堪。林老师该不会生气了吧？”高岩一直跟陈德海身边，听到高教授话，脑海中自动脑补出我坐您车，哥哥不会生气了吧？语气，陈德海笑一声：“老高，林老师不是这样的人，而且我看他在古墓经验肯定比我们丰富，所以不需要表现机会。我不是为给林老师表现机会才问他，我真想知道林老师意见，真心请教林老师想法。老高啊，您坏我好事啊！2层古墓。”听到陈德海的话，高教授瞬间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虽然陈德海说的时候云淡风轻，笑意盈盈，但这其实是针对他刚才的行为给了2个相当响亮的耳光。原本以为陈德海是觉得我有前途，想多给我些表现机会，但陈德海完全是把我放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上，甚至比他自己还高。这不是表现机会，陈德海这是在认真咨询问题。现在他把用意说出来了，真是让高教授这张老脸挂不住。高教授额头顿时挂满冷汗，尴尬，十分尴尬。与此同时，直播间观众们也一边讶异一边忍俊不禁，笑发财了。原来这是抢答了给学霸的问题啊！艾玛太尴尬了，我这替别人尴尬的毛病又犯了。破案了，这个甬道其实是我用脚趾抠出来的。考古现场，考古队员们围绕着甬道里的几个人头石雕研究了10几分钟，因紧张和细致态度，每个人都是满头大汗，有些气喘吁吁。一个老教授率先从石雕头向前抬起头，刘海已被汗水浸湿。陈教授，我这里什么跟机关有关的发现都没有。他摆摆手，很快又陆续有人抬起头，接二连三汇报坏消息。我这里也是，什么都没有。3号也是，严丝合缝，是完整整体，这里没有，连行军蚁窝都没有。6号也是，高教授也有些难堪的直起身，我这里也是，没有发现机关。说完，众人全将视线落在陈德海身上。陈德海又执着钻研片刻，很快也站起来，摇头沉重叹气，很遗憾，我这里也没什么发现。听见这话，考古队员们顿时感觉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了，队伍里传出失落声音。做了这么多努力，我们终于还是要在这里停下吗？怎么会一个带机关的石雕都没有？不甘心啊！已付出这么大牺牲，竟然只能停在这里。直播间观众也能切实感受到考古队员们的伤感，弹幕充满悲伤。陈德海作为领队，心里满是苦涩，但作为领队，还是打起精神鼓励道：不能说这次行动没有收获，这起码是我们为弥补历史迈出的一小步，而且这也不代表行动到此结束。看来机关并不在这些石雕上，我们想错了这些石雕存在的意义。陈德海说着，心中苦涩更浓郁。若行动真只能终止在这里，他心里的遗憾将是所有人数百倍。一边，高岩却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大声道：想错了，这是个错误答案。他身边的赵飞不耐烦指责：好了，我们都知道想错了，这错误答案让我们说出来，你也不能这么激动吧？怎么说这也是为弥补大夏历史，你怎么能为看我出丑表现这么开心？高岩却对他露出鄙夷表情：我才不在意你出丑，顾不上啊。事实上，想到恶意抢他老师表现机会还绿茶阴阳怪气的赵飞出丑，高岩内心其实是狂喜的，但为表现风度，没外露这些情绪。他继续对陈德海说：我想起来了，陈教授，刚才林老师就说了，我们这个推测是错误答案。刚才我没想明白，现在我已明白，林老师意思就是这些石雕上没有机关啊。听到高岩这么说，陈德海瞬间露出格外惊喜表情。你说什么小言？林老师已经知道我们的推测是错误答案，意思就是他现在已知道什么是正确答案。高岩用力点头，我认为是的。陈德海双眼瞬间重新亮起希望之光。小言啊，这么重要的消息怎么不早点告诉我？高岩挠后脑勺头发，我也是现在才意识到。陈德海立刻环顾四周，积极寻找我的方向。林老师呢？林老师去哪里了？很快，一个考古队员大声道：林老师在这里。说着，用手电筒光线指了个方向。众人沿方向看去，只见我正站在甬道尽头，用脚踢地面上沙子。一开始，众人真以为这是赌气动作，但现在他们才反应过来，我这是在寻找沙子下的东西。一个队员小声道：林老师该不会真在找什么宝贝吧？弹幕上网友不是都说林老师其实是盗墓贼吗？他身边一直盯着直播设备的工作人员立刻纠正：哪有人说林老师是盗墓贼啊？太不礼貌了。队员认错很快，是我唐突了，对，我不该这么说林老师。直播组工作人员立刻道：大家都说林老师是盗墓祖师爷呢。队员认真点头，听到了，2只耳朵都听到了。对于我或许是盗墓祖师爷这件事，队员和直播组工作人员都没有任何异议。与此同时，前面陈德海看见我，立刻激动，边喊边走：林老师，您在找什么呢？我来帮您。高岩也激动，跟在陈德海身后朝我方向跑。林老师，您是不是在找正确答案？剩下考古队员们互相对视一眼，也都跟着这2人快步走来。高教授和赵飞都有些难堪的对视一眼。赵飞小声问高教授：您说会有这种情况吗？甬道入口机关会在地上，而且被这第一次来古墓的老师一下就找到。高教授沉思短短片刻，道：不可能。赵飞疑惑：您是说甬道入口不可能在地上？高教授摇头：甬道出口机关在地上可能性很小，在地上机关一般是用来防盗墓贼设置的危机机关，而且我说的不可能，是一个初来乍到的老师不可能一下就精准找到甬道出口机关，除非这不是他初来乍到。赵飞总结高教授这几句话中心思想：我找到的绝对不是能够走出甬道的机关。跟导师短暂交流后，赵飞又胸有成竹跟着前面队员走来。另一边，听见陈德海和高岩声音，我也抬起头直起腰，等着考古队员们走过来。陈德海和高岩格外激动，很快走到我身边。林老师，您是有什么发现吗？陈德海兴奋看着我，不知为何，他就是觉得这第一次下墓的年轻人格外靠谱。我在这墓里轻松惬意状态，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张扬，而是连他们这些跟古墓打几10年交道的老家伙都比不了的熟悉感。所以陈德海能从我身上获得十分安心感觉。闻言，我用手电筒照脚下地面，光圈下，沙子里露出一圈石头，石头中间是块下凹井盖。看见井盖，考古队员们无不睁圆眼睛。那一圈石头在沙子中并不明显，表面上这片地面
已被几乎2-3公分沙子盖起来，一眼看去，地面除了沙子还是沙子。如果不是提前知道有这样一个井盖，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直接找到。我没在意周围震撼惊讶目光，用手电筒照井盖。我在想，这里有没有可能才是真正的入口？考古队员们眼神顿时充满疑惑。一个老教授深吸口气，犹豫道：“虽说不是没这可能，但这并不符合我们这么多古墓经验，我觉得还是慎重为妙。”赵飞刚才已表现错一次，现在好不容易抓到新表现机会挽回形象，也立刻高声道：“对啊，这根本不可能！有一点下墓经验都知道，这种在地面上很容易不小心踩到的机关，一般是墓主人用来防盗墓贼设计。我们如果乱碰机关，很可能会触动防盗墓贼机关。光这群沙漠行军蚁和黑蛇蚁让我们损失惨重，再碰这么明显的防贼机关，不更是自寻短见？”队伍里开始小声讨论。小赵说的不是没道理啊，我们经不起更大损失了。我看着这机关，感觉心里阴嗖嗖的，有种未知危险预感。我也不建议乱碰了。几个老教授相继发出叹息。地面上会有进入下面墓室机关，这是前所未有情况，这确实需要慎重考虑。与此同时，直播间弹幕也在小幅度沸腾。我也觉得在地上入口太不靠谱，怎么会有墓主人把进入下一间墓室机关设置在脚底下？什么？林老师滑铁卢了？但林老师能一下子找到这机关井也真了不起，要不是提前知道这里有口井，谁能发现啊？家人们，就在考古队员们讨论不下时，陈德海道：“好了，大家不要做无用推测了，让林老师说说他这么想的道理。林老师作为最了解这古墓的人，一定比我们更清楚这古墓原理。”高岩立刻随声应和：“对啊，林老师才是真正了解这古墓的人。”他特意强调这个2字，意思是之前老教授们经历的那10几20几个古墓跟这古墓比起来，简直小巫见大巫，而我才是真正征服过这古墓的男人。说完，高岩得意看我，满脸都是：“老师您看我做的对不对？”而我表面上笑眯眯，心中却咬牙切齿感慨：“高岩，您真是老师的亲学生。林老师我啊，这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老师我啊，从没来过这古墓的事，有您这句话是真的很难解释清楚。当然，再让我身份解释不清这件事上，陈德海老教授表现也功不可没。一句话，让我这曾经对项目零经验者，瞬间变成古墓里经验人士，垂死病中惊坐起，经验人竟是我自己。并且，尽管陈德海似乎已能自顾自实锤我是盗墓祖师爷，却对我一点恶意都没有，甚至现在看起来还十分欣赏。对于这些误解，我决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要不在意，这些误解就跟不上。调整好心态，我开口解释，我觉得这地方应不光是进入下一间墓室机关，还应是进入下一间墓室入口。此话一出，考古队员们睁圆眼睛，露出意外表情。陈德海不可思议又惊喜道：“林老师，您是说真正古墓可能在下面一层？这是个2层古墓？”我点头，也可能不止2层。考古队员中立刻发出倒抽凉气声音，随即小声感慨：“不可能啊，古墓还能建2层？这得多大成本？生前住几层宫殿，死后还要住小2层，连死后安居之处都要盖2层甚至更多层，这是什么家庭？太卷了，这真是卷生卷死！”陈德海震撼片刻后，双眼顿时亮起，眼里是肉眼可见激动兴奋。有可能，根据我们对历史已知了解，历代帝王将相都有相当丰厚财力和权力，死后有经济实力给自己修建不止1层古墓，简直再正常不过。只不过现在碍于我们目前掌握资料，暂时还没挖掘出来。还是林老师有远见，看见连陈德海这最有威望老教授听见这是2层或更多层古墓都这样惊讶反应，我再次认识到了这个世界考古知识匮乏。难怪考古队员们不理解为什么我说这井才是进入下一间墓室关键。原来之前考古队去过古墓都是1层。我心中感慨完，继续解释：首先我们要清楚，这是沙漠中古墓，尤其这还是自然环境相当恶劣沙漠，在这种自然环境里修建古墓，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我们现在看见甬道样子。我给考古队员们示意周围环境被黄沙覆盖100%地面，甬道地面沙子至少已有20公分高度，地面沙子还在不断流失，时间越久，这里被掩埋情况就更严重。这是现在，那么100年后、几百年后、几千年后呢？我像上课一般抛出问题，考古队员们，包括屏幕前观众也像学生一样跟着思路思考，每个人脸上表情格外凝重，并不是因问题难回答，恰恰是因摆出思路太清晰，让他们瞬间想到问题中后果。陈德海作为老教授，现在却像我学生一样难回答，会完全被这里沙子掩埋，毁于一旦。同时，他也瞬间想明白我想表达的最终思想，所以这一层绝不是真正古墓所在，真正古墓在井下一层。陈德海震撼看向脚下井盖，激动道：“那这里就绝不是设置反盗墓贼机关的地方，而是用一口井来伪装这里其实是墓室入口。”事实，考古队员们瞬间醍醐灌顶，对我的说法恍然大悟。对啊，林老师说的有道理，林老师果然是最了解这古墓的人，我悟了。陈德海激动对邢强摆手：“邢队长，您过来看看，这井盖能不能打开？”邢强立刻叫2个队员一起围上来，几人在井盖旁研究片刻，很快抬头，邢强道：“好弄，这里环境干燥，卡扣没生锈。”一个年轻阳光开朗大男孩队员积极道：“陈教授，这里卡扣还很丝滑呢。”陈德海露出欣慰笑容，点头：“好，那就麻烦各位同志了。”几个保镖队员都露出非常真诚笑容，包在我们身上。几人拿出撬棍工具，很快将井盖撬出一个角，从这个角下手，井盖很快被邢强和另外2个保镖队员一起搬出。井盖拿开后，瞬间扬起一片沙土飞扬，考古队员一边用手当扇子扇飞扬沙土，一边用手电筒往里照。沙土飞扬片刻后，尘埃落定，手电筒光圈下出现一个明晃晃入口，一条长长通往更下面1层石阶出现在眼前。尽管我刚解释古墓应有2层甚至更多原理，考古队员们已提前有心理准备，但看见石阶后，还是露出格外震撼激动表情。真的有2层，这古墓真有第2层，是入口，这里是入口。林老师说的果然没错，还得是林老师，有希望了。赵飞满脸难以置信看着入口，感觉自己引以为傲考古常识似乎刚给了他脸上响亮的光，脸上火辣辣疼，同时他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违背考古常识的真相？我这历史老师会知道，连队伍里这些老教授都不知道的事？难道我并不是他以为的只会纸上谈兵墓中小白，自己这是真惹上不该惹墓中大佬？与此同时，直播间观众看见入口出现时已完全沸腾。卧槽，竟然真被林老师说对了！林老师，您说这是第1次来，我是不信的。卧槽，竟然真有2层古墓，这是啥家庭墓主人？这次绝对是个很厉害大墓。古墓中，陈德海看着楼梯台阶，眼神中是赤裸裸激动兴奋。有生之年能看到这样规模古墓，此生无憾。他搓双手，忽然想起同样重要问题：
带着一双求知眼睛看我。林老师，您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这井盖可真不好找，如果让我糟老头子自己找，恐怕还要在这里浪费至少1到2天。我还没回答，高岩就激动抢答：陈教授，我就说林老师是最了解这古墓人。林老师之前就给我们讲过沙漠中古墓，跟我们之前经历完全一致。陈德海和高岩一唱一和，差点让我绷不住，毫无恶意，但这是突如其来背刺。好在现在我差不多习惯这种背刺节奏了，我游刃有余开始胡扯。作为敬业历史老师，平时也会多了解古墓相关内容，没事看些杂七杂八书，所以我平时也鼓励同学们多看书，不管什么方面书都要多参考，不要等到书到用时方恨少。我现在不就用上？我一番话头头是道，但在考古队员看来，可信性非常低。当着我地面，他们不好意思再追问，毕竟到现在为止，我已帮他们解决很多麻烦，说是救命恩人也不为过。他们已积攒起对我的信任，对我之前有越多怀疑，就让他们现在有越多愧疚。然而，直播间观众对我这套胡扯说法不买账是完全不会伪装。在我解释完，弹幕以沸腾哄笑一堂。林老师太相信演技，太不相信我火眼金睛。林老师确实是敬业老师，他现在竟在劝我读书，古墓中劝学第一人。直播间观众持续沸腾，我看着直播组不断投递视线，以猜到几分，而我则无视这些视线，身正不怕影子斜。同时，系统提示声从我脑海响起，也让我顾不上惊叹视线了。叮，恭喜宿主成功指点考古队渡过难关，获得500积分，获得系统奖励，符箓数升级，获得非符数，可精准将自己符箓远程贴在形式身上。我慢慢点头，现在差不多明白奖励机制了。帮考古队解决问题困难程度不同，也会影响所加成积分。之前解决行军蚁危机是救了考古队性命，所以直接加1000积分。这次帮找到前进通道，加500积分。更早前每天上历史课打卡，只会10分增加积分，积分多少也会影响系统奖励大小。想明白奖励机制，思路更清晰，10分欣然接受系统奖励。近战法师可进化成远程战士。一边考古队员们激动情绪也终于稳定，邢强提前安排2个队员下台阶探路，剩下成员全在入口等待探路队员消息。众人对第2层古墓充满好奇渴望，能见这种规模古墓墓主人，第2层一定也非常豪华，墓主人身份在古代一定也非常高贵。好想知道下面秘密究竟是什么，这是大夏最大一次发现。众人看入口时间，兴奋讨论。陈德海眼神中也是难以克制兴奋，纵使他已见过几10个古墓，但见过那些古墓和这墓比起来，简直是儿子见了爸爸。在所有人都在为即将进入墓室万分期待时，只有我表现十分平静，因为我知道这里姑墨王子墓不过是个影子，真正猛料是一直被姑墨王子墓紧紧盯上精绝女王墓。我平静站在一边，也引起其他成员注意。队员们小声讨论，看来林老师真不是历史老师这么简单，人家比我们平静多了。当然了，林老师肯定是这里常客，您要是常来也能这么平静。有林老师跟我们下阵幕，真是让人安心。考古队员们度日如年般在井口等待探路保镖队员消息。几分钟后，2个保镖队员回到入口处汇报，队长、陈教授、林老师，下面氧气充足，暂时没检测到有毒气体，目测墓室保存完好，可进入。此时2个保镖队员以下意识将我列入这支考古队伍领头人范围。尽管我真只是第一次亲身下墓，考古队其他成员也并不觉这行为有任何不合适地方，所有人都沉浸探路保镖队员带回好消息兴奋期待中。陈德海甚至激动重新整理仪容仪表，他此时甚至感觉自己已年轻10多岁。墓室保存完好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消息，也幸亏这是在沙漠中古墓，没水分。我想墓室里面情况应也不错，大家打起精神，这古墓秘密就在眼前。周围考古队员全发出激动欢呼，队伍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从井口台阶走近。台阶比我前世在影视剧中见过要很多，所以第2层墓室要比我印象中古墓更深。考古队员们手电筒还不足以将下面墓室全照亮，只能在黑暗中照脚下台阶。我在心中思索这些不同地方，但完全没任何慌乱，反映这些不同对这古墓更好奇，有未知挑战，才会让我觉得这次行动更有趣。队伍缓缓前进，3个保镖队员打头阵，3个殿后，剩下穿插在中间考古工作人员中负责保护。我同样作为被保护对象，走在中间。高岩走在3人中最前面，一边走一边忍不住回头问林老师、陈教授，上面人头雕像石头难道就喂养那些沙漠行军蚁？若真是这样，这墓主人还真是又残忍又豪横。陈德海闻言笑2声，古代王侯将相贵族这么残忍豪横，一方面也因当时文明制度落后，历史总进步，我们只有不断回望历史，才知道已在历史轨道上走了多远，也能知道千百年来经历怎样进步发展，才有今天生活。这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历史没好处。高岩点头，我明白陈教授意思，所以这也是我热爱历史原因，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定是这几个石头雕像，明明也可放别东西。陈教授安静片刻，也露出意味深长表情。林老师有什么想法吗？这次陈德海依旧点我名字，但这次在没人像之前高教授和赵飞师徒那样打断我去争取直播中表现机会。一方面因他们已知道陈教授不是为给谁表现机会才问，而是真在请教。另一方面，考古队员也意识到只有我才是真正了解这古墓的人，跟我抢所谓表现机会根本是自取其辱。没人打断我，顺利回答，或许这些石头雕像就是墓主人国家或民族部落象征。这些人头石雕最大特点是眼睛占据比例尤其大，我想他们可能想表达跟眼睛相关东西。高岩又点头，我也觉得这些石头雕像眼睛大的过分，半张脸上都是眼睛，我还以为这地方人眼睛本来就这么大。高岩话逗笑身边几个队员，不过小严您说想法也不是没道理，一切都要等我们彻底破解古墓秘密后才能得出真正结论。队伍在非常和睦平稳节奏中往下进行。几分钟后，最前面几个保镖队员大声汇报，到了，大家注意脚下。很快，整个考古队顺利下台阶，众人手电筒光线在周围扫射，不断发出小声惊呼，哇，这真是第2层古墓，这墓面积也太大了吧。虽然墓里凉飕飕，但我怎么感觉浑身热血沸腾，真想知道这墓里秘密究竟是什么。只见在20多束手电筒光圈下，墓室全貌已初具雏形。墓室空间宽阔，有3、4间教室60人标准教室大小，四周墙壁严丝合缝，没任何出口入口，唯一能和墓室互相通行，只有考古队进来长时间。四周墙壁上绘制满满壁画，掺杂非常晦涩难懂古老字符。墓室里几乎有几10个考古队在甬道里见到石头雕像，石头雕像后面摆着几口保存完好木棺。考古队员们激动用手电筒
照来照去，观察墓室大致规模。忽的一阵冷风吹过，四周墙壁上瞬间亮起明晃晃火光。什么东西？吓我一跳！墙上灯亮了，墙上突然亮起火光，让考古队员们一惊一乍，大呼小叫。陈德海安抚大家不要紧张，这应是墓室里长明灯，之前入口一直封闭，没足够氧气，达不到燃烧条件。现在我们打开入口，墓室里也有达到燃烧条件氧气，所以长明灯亮很正常，而且可让我们在更亮环境下工作。而且大家看看林老师，这才是真正专业人士应有反应和气度。我正平静站在一旁观察壁画内容，听到陈德海这话，心中再次感慨：陈教授，您真是我身份洗白路上的最大障碍啊！点烛开棺，陈德海说完，看向我那看起来深沉而冷静的背影。殊不知，此时这个背影的主人已经完全如芒刺背，感觉自己遭到了深深背刺。我作为舞剧冲浪选手，十分了解当代网友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我有一种离开这古墓后，第一件要紧事就是找专业律师，针对自己不实身份发律师函的感觉。而直播间观众反应也确实没让我失望，弹幕以针对陈德海这句并没恶意纯称赞而沸腾，笑发财的家人们，林老师是专业这件事已成官方认定事实。与此同时，古墓中长明灯亮后，给考古队员带来非常大便捷，整个墓室已被墙上长明灯照亮。墓室规模如何，已一目了然。我观察墓室情况，在看见这前世就已十分熟悉墓室时，还有些意外。正如之前推测，尽管这姑墨王子古墓跟我前世认识古墓十分相似，但还是有差别。其中，墙上壁画和墓里石头雕像和认知中古墓一致，但石头雕像背后木头棺材并没存在于记忆。我微微蹙眉，很快得出大概缘由。上一世小说作品和影视作品中，这姑墨王子墓已被别国盗墓贼侵入过，墓里很多东西遭破坏盗窃，所以并没呈现完整古墓样子。而这次古墓是完整状态，就能让我知道古墓原本应是什么样子。对这发现，我十分欣慰。同时，长明灯亮后，考古队员也都看到古墓全貌，几乎每个人都有种感慨：长明灯，这也能证明墓主人身份高贵了吧？这墓室真大，都快赶上我家面积了。前殿怎么放这么多棺材？这里是不是会有很多死人？我已迫不及待想把这些棺材都打开。考古队员感慨时，直播间观众也深深被这样情绪渲染。这古墓真大到超乎想象，不要太荒谬，我都没这墓室大。此时，直播间人数也迅速上升。虽然考古直播热度本来就在众多直播间中名列前茅，但此时已因古墓空前规模一路飙升到榜一，一直甩第二，颜值主播近100万人数。直播组工作人员激动向考古队汇报：陈教授、邢队长、林老师，直播间热度已到榜一位置，这是考古直播前所未有好成绩。考古队员听见好消息，也都格外雀跃。那当然，这一我们考古以来遇见最大古墓，能参与这古墓考古工作，真是用我这半辈子功德换来。队伍里几个见多识广老教授也无不感慨，有生之年能亲自发现这样的古墓，此生无憾。如果能够破解古墓秘密，就算到了下面，给老祖宗都有交代。一时间，考古队和直播间观众情绪相辅相成，共同分享激动快乐。而只有我，从始至终一直是非常平静反应。我没跟着考古队员激动大喊，甚至互相拥抱，因为我知道这姑墨王子墓不过是冰山一角，比起后面不远处精绝女王墓，这姑墨王子墓甚至连开胃菜都算不上。而且我前世已在影视剧和小说作品中见识过太多比这更辉煌神奇古墓，对姑墨王子墓情绪波动并不大。很快有人注意到我此时和周围成员格格不入的平静，这样平静甚至让考古队工作人员注意力都从古墓身上转移到我身上。林老师也太冷静了吧？林老师看起来真不像是第一次来这古墓，我感觉林老师好像比陈教授更老练。一个大胆想法从考古队员心里缓缓升起，尽管他们现在没任何证据。直播组工作人员也注意到我独特反应，一个摄影师当机立断给我大特写镜头。直播间观众看见此时我，一个个比看见古墓还激动。卧槽，林老师怎么自成画风了？我怎么感觉林老师好像完全看不上这古墓？林老师这反应已让我觉得他不光不止第一次进这古墓，甚至还进过更大古墓。此时原本被当玩笑开我身份，在众人眼里已越来越扑朔迷离。考古队员震撼看着我方向，竟被我冷静情绪影响，在激动惊诧过后，情绪也慢慢恢复平静。陈德海干咳一声，提高声音：大家做好准备，这里有很多东西等待我们发现研究。打起精神，开始工作。考古队员兴奋回应：好。很快，考古队被重新肃整。陈德海一边环顾四周，一边带考古队走到人头石雕旁。有过之前在人头雕像里遭遇沙漠行军蚁经历，考古队员此时看见雕像还会后背发寒。众人站在人头雕像前几步距离停下，这里面该不会还有沙漠行军蚁吧？我们要不还是带防毒面具？对啊，以防万一。再用一次催泪瓦斯。当屏幕上再次出现这样放大雕像时，屏幕前观众也下意识往后缩身体，让自己离屏幕更远。陈德海对里面还有没沙漠行军蚁也几乎没任何把握。他观察人头雕像片刻后，最终向我投去求助眼神。林老师，以您经验来看，这里面会不会也有沙漠行军蚁？我嘴角肌肉微不可见抽动两下，怎么听都觉得这话不对劲。什么叫以您经验来看？这可是我第一次下墓，零经验。此时我已修炼出7成，无论内心怎么吐槽都能面色不改功力。我笑笑，没有。听见这么简洁答案，考古队员都露出难以置信表情。赵飞不可思议大声道：没有，怎么可能会没有？上面只有这么几分石像，就放那么多沙漠行军蚁保护，这里明显比上面一层更重要，怎么可能不放行军蚁？考古队其他成员也有些惴惴不安，稀稀疏疏小声讨论声中，陈德海也有些拿不定主意。作为领队员，他必须听多数人声音意见，但他对我信任也不逊于这份对大众责任。犹豫片刻，陈德海还是又问我：林老师，您这么确定？我点头，平静笃定道：这里不但没沙漠行军蚁，而且外面沙漠行军蚁也进不来这里。听我这么说，考古队员简直更难以置信，讨论声音更多。陈德海同样不可思议看我，他也一样不理解我话。毕竟以任何正常人心里来看，这里都应比外面更危险，沙漠行军蚁就足够
够制造能让外来者全军覆没威胁。他犹豫片刻，道：“实践出真知。邢队长，催泪瓦斯还够吗？”后面邢强上前一步，随手从武装带上拿下一枚催泪瓦斯。够的，林老师交代要带东西，我们准备很多。闻言，陈德海松口气，语重心长道：“那就麻烦您检查这几个石像了，邢队长。”邢强拍拍胸脯，应该的，陈教授。往后一招手，橙子准备好催泪瓦斯掩护，我去试试水。邢强话音一落，一个年轻成员应声出列，接下催泪瓦斯。队长，要不还是您给我掩护，我去试水。邢强摆手，锻炼一下您反应速度。大家准备好防毒面具，我要动手了。考古队员迅速将防毒面具戴脸上。虽然我知道这里没行军蚁，但还是很合群，不紧不慢戴防毒面具。邢强靠近第一个石像时，考古队员跟着深吸一口气，直播间观众跟着紧张。咚咚咚咚，邢强小心翼翼人头石像上轻轻敲几下，橙子手臂肌肉一紧，紧张捏紧催泪瓦斯拉环，随后便是一片安静。整个墓室中只剩成员们呼吸心跳声音。石头雕像，正如我所说，没任何动静。第一个石头雕像没任何动静，让考古队员暂时放松片刻。真的没事？会不会真像林老师说的，这里石头雕像没危险？邢强再次深吸口气，第一个安全，我们接着往下面检查。橙子再次点头。考古队员随邢强靠近又一个石雕时，再次安静。咚咚咚，跟之前一样流程。邢强敲完石头雕像后，墓室再次陷入短暂极度安静环境。安静片刻后，石像依旧没任何反应。邢强和橙子再次松口气，两人有条不紊慢慢往前走。很快，又用完全一致流程测试一个又一个石头雕像，一直到两人安然无恙测试完最后一个棺材前石头雕像，前后共花费将近1小时。最后一个石头雕像也这样安然无恙测试完后，考古队员彻底松口气，太好了，这里真没沙漠行军蚁。是啊，不用担心自己会在防不胜防时变成蚂蚁口中餐了。而随着他们刚松这口气，随之而来就是深深震撼，因为这结果恰恰验证我之前说法。我给答案就是十分笃定，这里不会再有沙漠行军蚁，笃定且简洁，就是一句不会。这对考古队员来说并不是一种猜测，就像是已提前知道这里绝对没沙漠行军蚁一样。可这一开始对考古队及屏幕前上千万观众来说都是非常离谱且不符合对古墓了解常识答案。为什么我会这么坚定这在大众眼里荒谬答案，并且看起来格外荒谬答案竟就是正确答案？忽然意识到这点，考古队员震撼睁圆双眼，既震撼正确答案本身，也震撼我竟知道正确答案。考古队员因震撼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时，直播间观众也已反应过来，卧槽，这里面竟真没沙漠行军蚁。我更震惊的是林老师竟知道这里真没行军蚁。林老师如果没提前来踩过点，我把这些雕像吃了。直播间观众持续沸腾，考古队员全将震撼视线投向我方向，他们此时根本控制不住自己不去看我。陈德海动动嘴唇，缓片刻才找到自己声音，林老师果然跟您说完全一致，果然您才是对这古墓最了解的人，您怎么会知道这里没沙漠行军蚁？我笑笑，心说这倒是实话，我确实是这里最了解古墓人，但世界可没盗墓小说，如让我解释为什么对这古墓这么了解，很复杂，所以我并没张扬，谦虚道：陈教授，我不过也是初出茅庐考古新人，有的是纸上谈兵功夫，不过根据常识，这里应不会放沙漠行军蚁。首先，沙漠行军蚁在这里是没任何意义。陈德海瞬间双眼溜圆，满满震撼，没任何意义。我点头，对，没任何意义，不能对付沙漠行军蚁，外来者会全军覆没上面一层，如外来者已进入这里，就说明他们，也就是我们已找到行军蚁克星了。那么，沙漠行军蚁放这里还有什么意义？我一语惊醒梦中人。陈德海恍然大悟，点头。考古队其他成员也慢慢理解我话，林老师话确实有些合理。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这点？一边高岩摸脑袋，不过就算已知道催泪瓦斯有用，我还是很怕这些蚂蚁，毕竟蚂蚁杀伤力太强悍。我下意识回答亲学生问题，因沙漠行军蚁在这里防御，主要是盗墓贼。千百年前人可能想不到百年千年后人会不为利益，只为弥补历史才来考察他们死后居所。他们防御盗墓贼是利益至上，亡命之徒，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如盗墓贼知道克制行军蚁办法，就不会再怕可被他们解决危机，所以这层行军蚁对他们来说已没意义。我解释让考古队员跟着点头，原来墓主人是这样的心理，感觉林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在考古队员恍然大悟时，高岩也拍手激动道：我就说林老师是最了解盗墓贼人吗？高岩这句对我由衷夸奖，顿时将整个事态朝另一个画风狂飙而去。首先在现场考古队员反应过来，他们用更震撼眼神看我方向，一个如此了解盗墓贼特性，如此了解盗墓贼和墓主人间心理战的人，真会只是个历史老师。直播间观众对此更是直言不讳，细思极恐啊！家人们，林老师对盗墓贼是不是太了解？林老师对同行和目标分析都十分到位。直播间观众沸沸扬扬，古墓现场考古队员也正用表情进行无声沸腾。在考古现场出现近几分钟诡异安静后，陈德海轻咳2声打破安静。林老师对古墓主人和盗墓贼间心理关系了解这么透彻，这也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必要准备。陈德海大脑飞速转，企图给我找更合理理由，但他 CPU 烧冒烟，也想不到历史老师为什么会对盗墓贼和墓主人关系了解这么透彻。此时我嘴角也有些微抽动，我能看到陈德海努力，同时也深刻了解什么叫越努力越不幸。我又从盗墓贼外角度说明为什么断定这里绝对没沙漠行军蚁。这不光是墓主人和盗墓贼心理战，从常识出发，这里就不会存在沙漠行军蚁。毕竟沙漠行军蚁有很强酸性毒素，本身有很强腐蚀性，这样东西不光对外来敌人有很强破坏性，其实对古墓本身也存在相当大威胁。所以依我看，这里不光没沙漠行军蚁，甚至还是能防护沙漠行军蚁入侵好地方。介绍完这些，我有解释，而且作为历史老师，我要做不光是教书，还有育人，所以我平时也要忠告学生不要用专业技能做盗墓贼这样工作，对盗墓贼身份有一定了解，应十分合理吧。说完，我露出谦虚但胸有成竹笑容。考古队员被我话得哑口无言，虽然听并不合理，但他们确实没反驳余地，因听起来确实是敬业历史老师应做事。直播间观众对我解释呆愣片刻，随后屏幕哄笑一堂。我怀疑林老师正欺骗我，但我没证据。与此同时，考古队员找不出反驳余地，他们尽管不认为我就是普通历史老师，也不认为我是恶人，只是我身份在他们眼里变得更神秘。陈德海干咳2声，好，既然这里没沙漠行军蚁，这对我们也是好消息。
消息，这里这么多棺材，对我们也是不小工作量，大家抓紧时间。考古队员闻言全打起精神，众人不紧不慢路过以为行军以威胁石头雕像，一行人就近在石头雕像后放着众多棺材。近距离看见棺材时，每个人眼里都藏不住激动，毕竟对考古工作来说，棺材里内容基本上就是古墓谜团中心，而现在眼前竟还放着好几口棺材。看见棺材，考古队心情简直跟盗墓贼看见古墓财宝没两样。众人激动讨论，考古队员以跃跃欲试摩拳擦掌，直播间观众也都跃跃欲试。我默默观察6口棺材，根据前世记忆，这里其实应只有1口棺材，而且棺材特点应是不正不方不伦不类，但这里却出现6口棺材，没一个是我印象里古墨王子棺材。但我很快参透其中缘由，一方面是阴两世界在相似还有区别，另一方面前世看到小说作品里墓已被盗，所以并不完整，而现在在面前就是从未被人踏足过完全完整古墨王子墓。我正思考，高岩忽然想起什么，看向我问林老师，我们开棺前是不是应按您说专业盗墓办法，在棺材前点蜡烛了？听到高岩话，直播间观众顿时将注意力从棺材身上转移到我身上，屏幕上弹幕瞬间沸腾。盗墓贼手法，盗墓贼有什么手法？高岩详细问问。林老师真还知道盗墓贼手法吗？卧槽，我见很多考古队专业手法，真没见过盗墓贼专业手法。直播间观众满怀好奇心期待时，考古队员注意力也立刻被高岩话吸引。高岩话立刻引起考古队所有成员注意。考古队员原本就觉得我身份真相成谜，现在又听高岩说很难不把我身份和盗墓贼联系，这句话顿时一旦激起千层浪。盗墓贼办法，林老师还会盗墓贼点蜡烛手法。高岩说不光是盗墓贼手法，还是专业盗墓贼说法。盗墓贼开棺材前还有什么专业手法？盗墓贼不大部分都是一群文盲，手法再专业还能有我们专业考古队更专业。考古队员小声互相讨论时，我嘴角也忍不住抽动几下。高岩说这点蜡烛盗墓手法，我确实在历史课上给他们讲到过，正是我前世从盗墓小说看到摸金口诀、发蚯蚓、摸金符、搬山卸岭寻龙诀、人点烛、鬼吹灯、看鱼道斗密星风。前世作为盗墓小说骨灰级爱好者，我早把这些口诀背滚瓜烂熟。穿越到这世界，却发现世界考古知识因历史缺失如此匮乏，盗墓技术就更不要再提，跟我前世所在世界比起来，根本拿不出手。所以我为多多普及历史知识，同时让课堂更趣味性。平时上课会给学生讲述有趣盗墓故事当野史，当然每次讲完盗墓故事时，我也会由衷提醒学生，盗墓有风险，一定不要做盗墓贼。如热爱历史，就去利用有用知识参与正经历史工作。现在听曾经最骄傲亲学生高岩如此说，我最初听到高岩话时还在欣慰学生记性真好，说明上课时确实认真听课。但听周围考古队员讨论时，我嘴角上笑容消失，立刻有种被人不小心背刺感觉。正我伴随考古队员小声讨论，心中草泥马再次上演狂飙时，一边赵飞忽然发质疑，什么叫用蜡烛测试开关办法？这也太不合理，我从来没听自己老师讲过这些。赵飞为求证说法，特意回头找教授，您说对吧？高教授被学生点名，高教授竟第一次久违体会到作为学生被点名感觉，不知为何，他突然有种背后一冷感觉，就好像被人背刺。此时高教授第一反应竟是，您说您惹他干嘛？就好像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作为60多岁看人十分毒辣老人，高教授直觉告诉我身份绝对不简单，最好不要跟这人产生任何矛盾。但作为考古教授，而且是经验丰富、崇尚科学考古教授，高教授确实觉学生说的完全有道理。经短暂激烈心理斗争，高教授决定要崇尚科学，做崇尚科学先驱者。高教授在心里给自己打完气，又咳嗽2声，清清嗓子，把教授架子端起来。赵飞说的对，我们从事考古工作这么多年，技术其实一直在进步。如点蜡烛是需要测棺材含氧量，这是非常落后手段。我们现在设备里有足够精密测氧量专业设备，而且用什么样办法，还要结合当下环境。毕竟这里可不是一般古墓，是沙漠中古墓，就算在地下同样也非常干燥。我们面前这些棺材又全部都是木头材质，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引起大火。盗墓贼手段可能碍于他们掌握科技知识局限性不能进步，但我们专业考古队考古方式一直都是与时俱进。高教授语重心长又有些严肃说完，让考古队跟他崇尚一样科学，其他成员也开始动摇。高教授说的对，盗墓贼手段是不科学，对，用蜡烛风险太大，硬盗墓贼买不到我们专业测氧设备，这可是100年难得一遇古墓，我们不考虑用盗墓贼办法。高岩听着讨论有些着急，左顾右盼，大家理解不对，林老师说过，用蜡烛并不是为测量含氧量，用蜡烛是为检查棺材里尸体会不会起尸，诈尸真相。听见高岩这句解释，古墓现场的考古队成员和直播间的观众们都安静了一瞬间，随后直播间的弹幕开始沸腾起来，密密麻麻的弹幕从屏幕上划过，放眼望去几乎全是哈哈哈，整个屏幕上听取哈声一片。在这些弹幕中也夹杂着极多调侃，笑报复我了，棺材里的尸体会诈尸，这是什么鬼故事？林老师，您的历史课到底多有趣？我也好想听，怎么听见林老师上课还会讲鬼故事，我现在更兴奋了。小高岩啊，什么都信只会害了你。直播间的观众们哄笑一堂时，考古队的大部分人也全都笑出了声。作为刚才吃瘪的人，赵飞笑得尤其嚣张，他抱着肚子笑了一会，好像听到什么笑话。哎呦，笑死我了！高岩，您是怎么拿到这届考古专业优秀学生代表名誉的？怎么会有诈尸这样的事发生？这是封建迷信。考古队另外几个年轻实习生也立刻随声附和，这些话还是不要在直播里说了吧，高岩，不要让观众觉得我们考古队都这么不专业水平。对啊，高岩，诈尸这种事连小学生都知道是恐怖故事里才存在的情节，您可是高材生，是优秀学生代表啊！如果我们真相信棺材里尸体会诈尸，就不会来考古了，这又不是拍电影。虽然他们和高岩一样都是作为实习生进入考古队参与这次考古工作，但高岩的直系教授是陈德海，是队伍领队，因陈德海比其他教授身份高些，作为学生，高岩在队伍里存在感就比其他实习生高些。平时有些妒忌高岩的实习生们现在抓住这点，七嘴八舌嘲笑高岩。高岩被这带酸味实习生群起攻之，一时间寡不敌众，竟在这瞬间有些哑口无言，不知应先跟谁辩驳。但他心里是100%相信自己林老师的，林老师绝对是在场所有人中最见多识广的人，因之前在课堂上当野史给他们讲的一些盗墓故事，现在都以
一应验。一边，我将这群针对高岩的实习生行为看在眼里，也十分清楚他们最大意图是什么。他们最大意图根本不是用科学反驳高岩这听起来有些封建迷信的说法，而是落井下石。我心中冷笑一声。首先，虽然高岩这亲学生在我身份上一直非故意背刺我，但他本意是在炫耀我这老师，我能感受到高岩对我的100%信任。其次，也是极为重要一点，我是高岩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是个非常护犊子的老师。我如同看小丑般看着这几个实习生，在高岩正有些百口莫辩时，一直沉默努力降低自己存在感的我开口了。谁说棺材里的尸体不会诈尸？我这话一出，刚才几个针对高岩的实习生瞬间安静几秒，他们有些难以置信看向我方向。只见我脸上没什么表情。如果一定要说，只有云淡风轻自信，没任何表演成分，好像诈尸这么离谱情况对他来说已习以为常一般。他们并没相信我这句话，就先被我云淡风轻自信态度震慑住。难道我真见过棺材里尸体会诈尸？或者说，我真笃定他们现在面前棺材里尸体会诈尸？